面对乱动的美国，我们中国一直沉得住气，出手就打7寸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通 Talk。最近几年看国际新闻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，就是美国高官对中国隔空喊话的频率是越来越高。在白宫3句话不离中国，好像就已经成了常态。就说最近1个月吧，布林肯、耶伦、戴奇这3个拜登团队的核心人物已经轮番吵着要和中国接触了，吵了3、4遍了，而且内容也都大同小异，就是要让中国和美国展开对话，美国不能和中国脱钩。美国这样急，证明了过去几年中国的一招以逸待劳，以不变应万变，真的是用对了。从贸易战到俄乌冲突，中美之间的互动突出了一个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。当然，我们中国的不动不是原地踏步，而是体现在2个方面。第一是提供稳定性。从贸易战到科技战，再到乌克兰危机，美国在中国自始至终在做一件事，就是想搅乱中国的投资市场和营商环境，逼中国的产业和中国市场的资本外逃离开中国。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手法则更露骨，就是不断靠舆论霸权，想要把中俄绑作堆儿，隔几天就在头版头条炒作一下中国要给俄罗斯提供武器，渲染中国和欧洲这个重要市场之间的紧张氛围。同时美国还不断在媒体上热炒一些中国平替，今天是越南崛起，明天让印度再次伟大，试图从中国把资本和生产线一道引流离开中国。面对美国的黑手我们中国的回应也很简单，那就是说到做到，保持开放和稳定性。中国没有和美国针尖对麦芒，而是不断深化开放，保障生产安全和生产秩序，不是配合美国起舞，而是向世界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，把中国在制造业和金融上的优势发挥到了最大。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在2018年到2023年最动荡的5年里中国的总体赤字率稳定的保持在3个百分点以内。在去年全球都受乌克兰危机影响陷入通胀泥潭的时候中国的 CPI 也稳定在了2个百分点。这些数据是中国现在对美国打反击战的底气在乌克兰危机上，中国更是把稳定性发挥到了极致，说不下场就坐在岸上坚决不动，说劝谈促和就能拿出不偏不倚的中国方案。这种稳定性帮中国同时赢得了俄罗斯、欧洲和发展中国家3方的信任，也为今年中国外交的破局之路奠定了基础。第二是积极防御。面对乱动的美国，中国的不动不仅仅在排除干扰上，还体现在因势利导，让美国盲动，从而消耗霸权国家的力量上。譬如年初美国疯狂炒作流浪气球，结果翻来覆去折腾了几个月，甚至连 F-22都掏出来了，花了几百万击落了中国的一艘民用飞艇。这件事情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冷处理，看美国唱独角戏，他自己在消耗他自己。美国闹出许多这样的笑话，自己的力量就透支的越来越厉害。现在美国这么急，就是因为过去几年间他所有的牌都打进了空气里，不但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效果，反而开始让全世界都开始觉得美国不行了。目前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纷纷开始踹墙，俄罗斯嚷嚷着要脱欧入亚，欧洲要独立自主，拉美和中东要摆脱美国的影响，自己推进一体化。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都是中国顶住了狂风暴雨之后带来的连锁效应。今年开年以来中国在外交领域主动出击，就是发现了美国在乱动几年之后开始露出疲态了，内部金融地雷摇摇欲坠，外部力量也基本调到了印太和中东欧，支撑不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了。现在中国其实还在等，今年下半年已经有一件板上钉钉的大事，那就是新兴市场国家要集体对美元霸权造反，搞金砖币，搞自主结算。这件事
南非、俄罗斯、巴西都已经明确放风了，但中国反而藏得还是很严实啊。合理推测，中国可能正在等美国这头金融危机的灰犀牛抬起蹄子的时候，我们在做那最后一根稻草。要么不战，只要下场就要稳准狠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风格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各位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